到了小批量生产的时候，我今天每一天一条生产线那个换线的频率很高，太高了，已经不是脑袋可以负荷的。重点其实不是排程系统，是你的基础资料是不是够详细，你该猜出来的工序是不是有猜出来，这个工序应该在什么机器做，它的时间是多少，是不是都有很清楚，这个才是关键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的时间。大家有没有很想念我们工厂医生啊？季啊，上一次我们请工厂先过来代班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再回归到本尊工厂医生回来正式开工喽。我是工厂医生如玉，我是工厂诚实说的阿成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什么呢？我们有请小编来提问。我先把它弄好，看看这些症状严不严重。好的。最近又有收到有一位询问说，他们是成立将近30年，员工人数大概100多人，然后做手工具的公司。那他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是，第一个是业务接急单之后啊，除了无法立即变动生产排程之外，也无法立即确认库存的料况是否足够。那再来第二个是为了因应现在的市场需求跟消费者偏好，多产品种类小批量生产成为趋势，所以效率就无法提升。那想要来询问看看两位前辈该怎么解决呢？说得很好，30个人，然后100多人的公司，30年哦，30年哦，哇塞，100多人的公司，100多人的公司，好，做手工具哦，手工具的特色就是他们是一个 set 里面会放很多很多的工件，所以它在排程上最难就是如何齐料。意思就是，假设我一个 box 里面有10个料件，这10个料件它必须要一起进来，才能够在最后生产的时候，通通放在这个 box 里面，才能够出货。那想象子，如果它缺一颗，10颗里面缺一颗，没办法出货，当然不行了。那如果很多单都这样子的时候，一堆都不能出货，爆仓，肯定大爆仓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，有一些工厂的门口它会大后棚，对，那你板凳啊，做雨棚把它搭起来，就是因为这种道理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其实要先回归一下它的 ERP 里面的结构，就是它是不是有完整的把这些泵表啊这些资讯都建得很好。那另外，因为这个状态之下，刚刚小编还讲到，少量多样，产品又多，所以他可能想象值，他可能每一个 set 里面可能就是 MOQ 啊哈，100、200、300，就是很少的。那一个 set 100套里面都有10颗，那就是乘以1000。然后每一个 item 哦，从原料到做完的时候，这个工序其实每一个 item 这样子大概要10几个工序，就是每一个物件啊，假设它是饼或者是套筒的话，它的工单会非常的多。是不是除了手工具业以外，很多的制造业，他们在这种流程的管控上面来讲，没有办法把它的制程在 ERP 系统上面拆得很细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对，因为这个有个道理，如果我假设是10个程序好了，我要把它弄到这么细，我要在 ERP 建得这么细的时候，会出现一件很可怕的事，我的文书人员会一天到晚在打单子。就是一个套筒好了，要有10个工序，它就要10次的领料入库、或者是这样的移转，然后有100颗嘛，乘以1000，一个 item 100盒就要打1000张单子，他当然不愿意，他觉得我都花时间在打这些单子，因此他们在 ERP 就会简化。可是这就很痛苦了，一旦你简化，你就不能知道生产进度的完整性，所以连排程的详细程度也没有办法说非常的仔细，没办法。对，因为就系统上面来讲，它只能针对有建立管理的这几道制程去进行排序，但是没有在系统上面建立的，只能另外再靠人工去做它的生产排序。然后你就会发现，他们就有个万能的 Excel，自己在记这些。那他记这些东西呢，其实他就是这个 Excel 表里面也是把这10个工序写出来。那在做什么呢？日报表嘛，现场的人一定有做过，一定有日报表。他再把日报表拿来，先把 Excel 的那个每个小细节弄好，再去打 ERP 的大工程。所以反而变成一件事情要做2个资料的一个整理。他们就是这样子，每天在滚这件事情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只是看医生说我头很痛，不给他答案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他们建议的就是先导入一些数位化的工具，先要有工具系统进来的时候，再把它的工作细节，就是那些制程展开。因为自动数位化工具进来之后，它的回报是自动的，
这个时候你把它展开成本来是5嘛，变成都把它展开15的时候，它自己会回报，就没有人要一直在打2种单据了。这样它就一次解决这些问题。当所有的资讯都被通透的时候，要出货的时候，人家问进度才会能够被理解。那有数位化工具在收集这些生产资讯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去透过数据倒回来分析说，那我可不可以大概算一下说这个 item 在这个机台上大概做多久？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往前推？因为最后还是要排程嘛，出货啊。因为刚刚有一题就说没有办法去调整那个排程这件事情。没错。那客人说，我这个货要出，然后就开始看他的 Excel， 看他的日报表，看到最后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货。所以说，在库存料况不够及时更新这一块，也可以获得到改善吗？对，透过数位化工具也可以啊。那我们来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去超商买东西，你买了很多东西，每个超商哦，你看小小间4000样产品，你挑了任选了个5个，然后你到超商店门口去结账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子吗？哔哔哔，然后告诉你500块，然后你就付钱了。没错。这个时候你拿了东西走的时候，他的库存账他就扣掉了，所以他的库存减少了，他的应收账款他就现金就进来了。他单店的营业额，当下的营业额他已经马上知道了，总店也知道他每个分店的营业额都是如何的，都是 online 的。所以我们把这种技术放到工厂里面去，那也可以。所以对工厂来说，他就可以每天都知道他的进出货的状况，对，甚至如果他要结到当日的损益也是有可能，有可能啊，因为你今天要领的料，你今天进来的东西都是很 online 的，那我生产的作业都很快的，日清日结不是个困难的事情，因为它透过数位化工具自己就可以产生。所以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数据的更新的速度，或者是流通的速度太慢，对，所以才会导致说，当业务接了一个急单，他要查单的时候。它的生产排程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去做变异，没错。然后他们的库存料况也没有办法很及时的掌握，所以业务端很难去回复客户说，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帮你，插在什么时候去生产？对，或者是说，目前你想要买的这个东西，我们仓库里面有没有备货？库存是否足够？这些其实都需要在等待业务去跟相关的单位去做查询之后，才可以回复客户。对啊，看有时候在生意场上是这样，就是，时机是很重要的。有可能我们今天要让客户等待2个小时好了，但他这2个小时之内，他去问其他的厂商，人家在30分钟内给他答案，结果这张单子可能就飞了。对，搞不好那还是个大单。对啊，因为通常很急的，有可能就是的，他利润也相对比较好，对，然后或者是那规模也是蛮大的。对，像厂医生阿基不是这阵子不在吗？是因为我们去了越南一趟，也是这样子。他们的客户就是窗口跟我们讲说，他的物的流动的速度比资讯的流动的速度还要快，意思是我都有做，我也都有出货，货都出去了，然后才回来补打领料单，然后打入库单，打出货单，然后封发票。然后每次他们的盘点日是25号。就每次25号的时候，就会在盘点的时候就人仰马翻。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子盘点？他说如果不每个月这样点，我怎么知道我的货到底还有多少？可是回归一个状态，我刚才讲说超商它为什么可以日清日结？数位化工具资料是自动在跑的时候，它绝对是可以日清日结的。所以也呼应到第2个问题，因为第2个问题我们刚刚小朋友提到，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生产的模式啊，都是以少量多样为主。对，所以其实即使是少量多样的生产方式，只要我们收集资讯的速度以及更新资讯的速度是快的，那基本上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对啊，以前我30几年前我在做生管的时候，那个年代叫做大单子，就是今天我可能就只做2个 item。然后一直做，然后好几个柜子，这个你大概就是一个 paper 就这样画一画就差不多结束。到了小批量生产的时候，我今天每一天一条生产线那个换线的频率很高，太高了，已经不是脑袋可以负荷的。你说用 Excel 这样画，你也画不出来一个完整性。再加上刚刚讲说这个案例是30年的手工具，手工具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零件特别多。对啊，那一盒里面可能有20-30个、30-40个零件。我还看过一盒里面121颗的。大大小小的零件，你再给它展开它的制程，你为了要追这个的进度，你就崩溃了。所以，如果在数位化工具之下，未来如果我们把泵都拆解得很好，制程拆解得很好、很详细，它是自动在跑转。合理上来说，一张订单进来，告诉你我要买这个 item 多少数量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做一个模拟排程，
把它喂进来资料，然后按模拟排程，它会告诉你它可以在什么时候出货。但如果这样模拟出来的排程不是你要的时间，你可能要更早，你就要想一个，那我是不是要把其他的单子往后挪，让这一张的可以在如期客户要的地方可以出现？我想这应该都是每个老板心中的梦幻。对啊，其实这个就很像在训练一套 AI 模型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其实我想做每个生产管理系统的厂商啊，他们最终的目标，应该就是去写一套可以帮工厂运算它生产排程的 AI 演算法。当然，客户就会问我说：“那个顾问，你能不能帮我写个排程系统？”但回归哦，重点其实不是排程系统，是你的基础资料是不是够详细？你该猜出来的工序是不是有猜出来？这个工序应该在什么机器做？它的时间是多少？是不是都有很清楚？这个才是关键点，不然你现在都资料不完整，你还在合并的时候，就是你没有把工序拆细的时候，你就想要做排程，你买回来就摆在那里，也不会有用的，不会有结果。好了，轮到小编提问一下，这一集的复杂度好高哦。对，完了，问不出来。就前面有讲说每个 item 一个有很多个工序，就那边有点听不太了解，就是制成的意思啊。就是制作的工序，一个产品它要制造可能有10几20道的工序，这是实际的。但是我们在软体系统上面做管控的可能没有那么多，可能只有5个。它为了简化，然后另外5个就是用人工这样子。比如说它可能一个铁板进来之后，它比如它架模，然后铁板放上去要冲压，然后旁边还要再打4个小洞，在旁边再打一个大洞。其实这样的动作已经是4副模具了。但是他觉得如果把 ERP 架成这样的4件事情的时候，可能太繁琐了，因为每个人就要一直 ERP 要打 ，ERP 有个单就要转。我第1个工作做完要转第2个工作，再转第3个工作。他觉得这样单据太多，他就把这4个事情呢变成一个叫冲压，它其实是4件事。本来你要开4张单，因为有4道工序嘛，一个工序就要开一张，就要开一张制成工单，对，然后他就是把它整合起来，4张换1张，变1张制成工单。但是我们生管在追料的时候，它不是这样，它是说，那你现在做冲压的第几道？可是他把它本来是4道嘛，他把它变成1张单子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现在我做到第几道，因为 ERP 里面不用回馈到那么多嘛。ERP 就是第4关做好的时候，我才来打移转，打单子就好了。那你第1关、第2关、第3关到底有没有做？生管的人在系统是看不出来。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好，那为了这件事情呢，我们要加快资讯的流动嘛，就是你完成的资料，我的系统自己会产生结果到 ERP 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就把它展细了，展成4道，每一件完工他就知道 ERP 说这个 OK， 第2关 OK， 第3关 OK， 我们都是随时知道的了。为什么工序这件事情在工厂里面大家会使用简化的方式，然后再嫁接到 ERP 系统上面去？我们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每道都控管的话，有点像在搭火车一样，区间车每站都停，每站都停，站速度一定都比较慢。对，所以这个资讯传递速度就会比较慢。那如果我今天是搭，比如说莒光号，停的站数就比较少一点嘛，所以速度呢又再更快一点。那我今天如果是自强号，停的站点呢又是更少了，所以速度呢又再更加提升起来。所以为什么在工厂端里面，有些管理阶层呢，或是有些生管，他会选择把他们原本很复杂的工序，比如说可能10几20道，然后只加大分类到系统上面去。其实一切都是为了要让资讯能够再跑快一点，要让你能够更快达到目的地，所以停的站就要少一点。其实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在科技的进步之下，其实很多资讯的流通上面来讲，就不太会因为我们要暂停，所以去减缓到我们的速度。因为这个软体的革新，我们可以做到让人员不要透过传统的方式，我不一定要就是透过手写的纸本的方式呢去回馈资料。如果在每个工作站旁边就有一台电脑，上面就有可以让它自主回报的软体界面，那这样子资讯流通的速度，即使是暂停，也可以非常快。而且可以达到细节的管控，让整个生管的管理流程呢是更加的透明以及迅速。那刚刚说就是每个工作站有一台自动收集资料那个机器，那他们还需要再打工单吗？不用不用了。
应该说工单的开立还是一开始在生管这边，它需要开出来，因为这个是产线工作的依据，它的来源。对。但是对产线的人员呢，他不用再写日报表、生产日报表这件事情就可以结束了。其实大家就是做一个交换了，我们会跟我们的辅导厂商跟他讲说，我们来做条件交换，你帮我在这个软体上面去操作你的生产进度，那取代的就是呢，你就不需要再写你的报表，我们做一个等价型的交换，那你看这样好不好？通常这样子跟我们的导入厂商这样讲呢，他们都可以非常接受我们这样子的交换。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啊，有比较深入一点哦。30年嘛，这个功力果然不一样。对啊，今天真的是讲的有点非常的复杂。那我们今天谢谢工厂医生、工厂诚实说还有易瑞科技的分享。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听更多关于制造业、传产业的知识的话呢，欢迎底下留言可以告诉我们，然后也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哟。欢迎预约咨询哦。30年的功力哦。30年不是开玩笑的。拜拜。拜拜。